華盛頓的深夜向來是政治風暴的一個死角。就在2026年4月2日，也就是愚人節後的第二天，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傳出了川普的一聲怒吼：“你被解雇了 ，You are fired。”川普的解雇不僅宣告了司法部長帕姆邦迪政治生涯的驟然終結，更揭開了川普第二任期內最炸裂的一樁內閣換人案件。今天晚上就來跟大家談一談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4月2日那天晚上，白宮的氛圍壓抑到了極點，川普正準備就伊朗局勢向全國發表講話，但在他走上講台前，他決定先清理掉這塊內閣的絆腳石。據在場人士回憶介紹邦迪被緊急的招入了辦公室，川普沒有給他任何寒暄的機會，直接將一份斯瓦爾威爾與 FBI 調查泄密的報告甩在了桌上。邦迪表現得極其狼狽，這位曾經在福克斯新聞上意氣風發的女性，此時情緒幾經崩潰。她試圖解釋自己只是在維護法律的獨立性，試圖闡述那些私人交情並不會影響她的價值判斷。她甚至低聲哀求，希望川普能看在他多年忠誠的份上，讓他體面的辭職，而不是被當眾解雇羞辱。川普總統指責邦迪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說他是對所有投票給川普的美國人的背叛。在川普的眼裡，忠誠是不可分割的，你不能一邊說效忠總統，是吧？一邊卻在私下裡保護總統的死敵。隨着川普那句標誌性的 "You are fired" 脫口而出，邦迪這位曾經的司法女神由此被徹底逐出了白宮的權力中心。玩叔分析，這不僅僅是一次人事變動，這是一場交織着跨黨派私人友誼、國家安全滲透以及對深層政府調查不力的一種複雜博弈。當我們撥開洋蔥般的這種內幕會發現一段涉及美國司法部長邦迪、佩洛西手下愛將、加州州長的候選人，以及和中國燕子之間那些意難情迷的故事。邦迪的倒下其實也是他試圖在川普的戰壕與華盛頓的泥潭之間玩弄平衡術的一個必然結果。我們首先來看一看這個邦迪在致命的背刺邦迪與斯瓦尔維爾的地下交情。作為曾經在彈劾案中衝鋒陷陣，被視為川家軍的這個核心悍將，帕姆邦迪本應是那個手握利劍的促行人，然而他卻倒在了私人交情這道紅線上。這起事件的暴風眼中心是民主黨眾議員艾瑞克·斯瓦爾維爾，非常有名的帥小伙據說也是佩洛西的愛將之一。在國會的聽證會上，邦迪表現出了異常的溫情。早在邦迪擔任司法部長初期的國會聽證會上，細心的這個政治觀察家就發現一絲不尋常。當時呢，斯瓦爾維爾在席會上當眾指責司法部未能保護其免受所謂的政治恐嚇。按照普通人的這個預期邦迪應該以雷霆手段馬上回擊，徹底撕掉這位激進的民主黨人的偽善面具。然而邦迪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他不僅沒有當众反擊，反而以一種極其溫和的
甚至帶有一絲私交意味的語氣回應道：“艾瑞克，你知道我的辦公室大門隨時向你敞開，你可以隨時進來。”這種在公開場合展現的跨黨派的默契，那麼在追求全方位的政治戰爭中的這個川普總統眼裡，在共和黨的選民眼裡，無異於赤裸裸的政權倒戈。另外就是關鍵時刻的通風報信了。根據《每日郵報》引述白宮高層的爆料啊，真正的死罪發生在2026年3月底，當時 FBI 在局長卡斯帕特爾那個大眼睛的領導下啊，準備對斯瓦爾維爾採取一次突擊行動，目的就是獲取他與外部勢力勾結的最新物證。但有信息披露啊，正是邦迪利用其司法部長的職權，提前獲知了 FBI 的行動方案，並利用他與斯瓦爾維爾的私人渠道發出了預警。什麼結果呢？結果就是當 FBI 準備行動時，斯瓦爾維爾表現得異常淡定且囂張，甚至提前聯絡媒體準備反訴。這種內部泄密直接導致了川普重擊政敵的計劃的一個流產。有的白宮官員憤怒地咆哮，他在干預國安調查，他把私人交情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其實呢，美女間諜芳芳的影子一直都陰魂不散，那可是跨越了10多年的一种滲透的迷霧啊。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理解啊，保護斯瓦尔維爾會被視為不可饒恕的死罪呢？就必須來一起復盤那段曾經困擾美國政壇的間諜懸案芳芳案啊。那個叫芳芳的女人，她的英文名叫克里斯汀·芳啊，又名芳芳。那麼这位神秘的中國女性呢，在2011年到2015年間啊，活躍於加州的灣區。她以留學生和政治募款人的身份，迅速地滲透進了當地的政治生態，搞定了眾多民主黨人，就包括這位艾瑞克。他不僅擁有驚人的交際能力，更有針對性的瞄準了當時還在上升期的政壇新星艾瑞克·斯瓦爾維爾，那個大帥哥，美女加帥哥，一旦什麼情就不知道了。請大家注意一下，正常的中國留學生會幹嘛？普通的中國留學生要面臨2大關，一個是語言關，一個是專業關。而像芳芳這樣既不關心學業也不去學語言啊，他英語已經很流暢了啊，而熱衷於政治的，真可謂萬里挑一。所以大家都懷疑他是來自大洋彼岸的間諜。我們看他的工作細節啊，芳芳不僅是為斯瓦爾維爾籌集了不少的政治現金、競選資金。更可怕的是，他對斯瓦爾維爾的政治生活的全方位的管控和介入。比方說，他成功的將一名實習生安插到了这個斯瓦爾維爾的辦公室，這意味着斯瓦爾維爾的一舉一動，甚至未公開的日程表，都在其掌握之中。再看看社交上的綁定，這2個人在多個公開場合留下了親密的合影親密照。儘管斯瓦爾維爾堅稱在2015年 FBI 提醒他後就斷絕了聯繫，但 FBI 掌握的卷宗顯示，這種關聯遠比他承認的要深得多。我們再來看看芳芳檔案的這種解密殺機啊，也就在今年2026年初，川普政府決定啟動芳芳檔案的徹底去密化。據稱呢，這份檔案中包含了芳芳與多位民主黨高層接觸的秘密監控錄像、通訊記錄，甚至包括一些極具破壞性的私人細節。那個和這個艾伯斯坦檔案有得一比啊。那麼川普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叫利用這份檔案徹底終結斯瓦爾維爾正在進行的
加州州長的競選，並順勢將火引向整個民主黨的安全審查制度。當年這個司法委员要辭職，也是被佩洛西阻撓住了，對吧？而這個時候，邦迪的阻撓通風報信，不僅是在保護一個朋友，更是在破壞川普清理門戶的政治決策。那麼，邦迪被解職的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愛潑斯坦檔案的公布的不夠狠的執行力了。所以說，如果說間諜門是導火索，那麼邦迪之前在爱泼斯坦案件和對深層政府的清洗上的消極表現，則是鋪滿地面的一個乾柴。我們看一下他去年到今年的這個爱泼斯坦這個檔案呢，擠牙膏式的公開。川普曾多次公開承諾要將爱泼斯坦檔案一字不落全部呈現在公眾面前，而曝光的檔案呢，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不遮面啊，黑道道黑條條畫了很多啊，把有些有名望的所謂的有名望的這個華盛頓的精英與銀媒有染的這個精英去掉了名字。而作為司法部長，邦迪手握這些檔案的發布權，但是他在任期內表現出的卻是極度的法律謹慎，多次以保護證人隱私或涉及未決訴訟為由，對關鍵名單進行塗黑或者是延遲發布，這讓廣大的老百姓甚至民主黨也是氣憤滿懷。所以這讓我們這個白宮這個智囊團對此深感懷疑邦迪是否還在利用這些檔案作為籌碼，與華盛頓的建制派進行某種暗示的勾連。我們再來看一下，川普呢特別希望他的司法部长是一個像鬥犬一樣的獵殺者，是追捕那些他認為在2020年竊取了選舉或對他進行了司法迫害的一些官僚。儘管邦迪在上任初期策換了一批忠誠的官員，比方說諸如這個詹姆斯·科比萊提西亞·詹姆斯等川普點名要嚴辦的對象，但是邦迪的司法部辦事兒顯得進展緩慢，他反覆強調證據鏈完整性、法律程序正義，是吧？這在急於尋找這個講究效率的這個川普政府看來這簡直就是建制派的官僚借口。所以川普在私下裡多次嘲諷，我給了他最好的位置，他卻在那兒玩弄這個法律的沙龍。所以玩叔總結一下，這一次邦迪的拿下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後面的行動會加速。你像這個副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就被任命為代理部長，那麼這一任命呢，釋放了清晰的信號，未來的犯罪調查會提速。那麼布蘭奇以處理複雜刑事案件和執行力強著稱，預計他將迅速的推進包括芳芳檔案的解密在內的多項敏感文件的解密和起訴，並且強化內部的審計針對司法部內部的是否還存在泄密和不當干預的調查的行為，很有可能開啟新一輪嚴厲的內部合規性的審查。第三個呢，就是要重塑內閣的凝聚力。此次的人事更迭，是吧？也向所有部門的負責人傳遞一個信號在重大的國家安全和行政的決策執行上，必須與白宮與總統的戰略目標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往前推進，效率要更高，不能遲緩，不能遮遮掩掩。所以帕姆邦迪的去職是華盛頓法律傳統與川普式行政風格的再次的碰撞的結果。雖然邦迪曾是總統堅定的捍衛者，但在面對國家安全利益與個人交情的複雜交織點時，他未能通過白宮的忠誠與合規性的測試。
那麼隨着這個斯瓦爾維尔案的这個證據披露啊，將成為觀察美國政壇權力格局演變的一個關鍵窗口。那麼隨着托德·布蘭奇的司法部部長的接手，那麼司法部極有可能從一個審慎的法律監管機構轉變成為一個更加雷厲風行的行政推進中心。邦迪的離職也標誌着川普的第二任期進入了一個更加高效的狀態。那麼在地緣政治方面，我們可以聯想到涉及到中國的間諜方的內部，如果在大選年也就是在這個目前的中期選舉，也許會被徹底引爆，將極大的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國內的政治基礎。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請大家玩說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